为什么阳奉阴违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特征？也就是说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为什么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，形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是一直有效的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顺而不从这个部分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顺而不从。我们最初对中国人的了解来自我们的仆人，他们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。当然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对他们也总是不满意。然而，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却令我们难以忘怀。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广泛，我们发现，尽管仆人是中国人中很小的一部分，但我们与他们相处而逐渐形成的结论，明显地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。本章所要讨论的中国人特性，其标题虽然相互矛盾而不能令人满意，但却是最为合适。只要略加描述，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。外国人居住在中国所雇佣的仆人中，没有能像厨师那样完全左右着全家的安宁。刚到任的厨师，当女主人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时，他就像是服从的化身。对家里已有的规矩，他是真诚的赞同，给人以好感，但并不是说他已经成为赢家。女主人特意举例告诫他说，前任厨师有一个不能容忍的习惯，面包坯还没有完全发好就放进烤箱，还有其他很多事都不能与女主人所想的一致，于是两人吵翻。对此，新厨师的反应令人愉快，表示他无论有什么缺点，也一定不能固执。女主人还告诉他，在厨房里，狗、二流子和抽烟都是不能容忍的。他回答说，他讨厌狗，也不抽烟，是一个外地人，城里只有几个朋友，都不是二流子。此后，他开始履行职责，但没过几天，发现这个厨师在烤面包方面是前任厨师的把兄弟，也是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，而且有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，许多人还带着狗。厨房里香烟味浓重，成了永久的宝物。厨师自己承认，面包做的不是最好，但肯定不是由于揉的不够，在揉面方面，他是很讲究的。厨房里看到的那些陌生人，是他的哥们儿，他们都不曾有狗，而且他们都走了，不再来了。但是，次日又见到他们，没有一个仆人会抽烟，烟味肯定是隔壁传过来的。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烟鬼。这个厨师是个懂道理的人，但是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，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。同样还有一件事，要一个苦力割草，给他一把雪亮锋利的外国镰刀，他微笑着接过镰刀表示赞同。但后来在干活的那天，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镰刀，由大约4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。他似乎在说，旧的更好。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，洗起衣服来既节省时间又节省力气，还节约肥皂，最重要的是洗得干净。再加上一台绞衣机，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。但是洗衣机和绞衣机都被丢在一边，成了有用的废品。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用手搓洗和拧衣服，衣物都被洗坏了。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只能靠不断地督促他们，告诉园丁用手头的砖坯修理一下破损的围墙，但他认为在墙头上插上树枝会更好一些，并且就这样做了。如果你问他原因，他会说出这样做的优越性。雇一个送信人，把一包重要的邮件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傍晚把邮包交给他，本来次日凌晨就可以出发，可是第二天下午还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里，派人把他叫回来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他说他要休息一天洗袜子。雇一个车夫也会有这种体验。
告诉他走哪条路，照理其他人也会这么走，他也答应了，但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，因为他曾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。厨师、苦力、园丁、车夫通通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，而只相信他们自己。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现象。医生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，开了药，病人拿到药后，医生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，吃多少，千万别搞错。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，来回1、2次才算搞清楚。可是一到家，他就一口把2天的药都吃了下去，因为他们自认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，给病人贴一片膏药，并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去动它，但还是不能阻止他随时揭掉膏药，因为病人不希望变成一只乌龟，让一层硬壳长在皮肤上。在一个诊所里，主治医生拥有各种医学头衔，且经验非常丰富，而助手却是一字不识，也不知药的名称和病的症状。但对于一般病人来说，助手的看法似乎与主治医生的看法同样重要，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，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顾医生的嘱咐，而采纳某种肯定是愚蠢且可能致命的做法。这些事听起来并不那么舒服，但却似乎是丰富的例证。至此，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人率而不同的例子，都是外国人所遇到的，因为这些事最快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并影响到我们最实际的利益。但是，我们越是深入到反映中国人真实气质的人际关系，就越会看到口是心非的状况，到处都是一样的。中国的仆人顺从且讨好中国的主人，与对待外国的主人是一样的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仆人是不能自行其事的，他们的主人也可能不会要求仆人唯命是从。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切实地按照规定做，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，雇主就一直给他们难看。笔者的一位朋友有一大帮仆人，他们既极端忠诚又极端固执，这使他们成为既难得又讨厌的人。这位朋友每每谈起这些怪家伙，就表现出这类仆人的主人所常有的两难。他经常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是炒他们的鱿鱼呢，还是给他们加薪。中国的雇主完全清楚，他的指令会被撂在一边，但他事先会有所准备，就像留一些备用金以备坏账，或者像机械学所说的留些空隙以减少摩擦。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最高层的关系中，也或多或少地有类似的无视命令的现象。导致违反上级命令的原因有以下几种，比如个人的懒惰，为了朋友，最重要的是金钱的魔力。一位地方官由于他的居住地的水有咸味，就命令他的仆人用水车到几里之外的河里去运水。仆人并不是按部就班，而只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去取水，取来的水与官员要求的一样多，而且少走了2/3的路程，皆大欢喜。如果这位官员确切知道他的仆人没有依照命令去做，那么只要有好水喝，他也许就不会过问这件事了。在中国，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。在这里加一句，这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邓小平的那句话，无论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一事成功，事事成功。中国人天生怕得罪人，生怕出乱子，因此出现了违反命令的不端行为，就算有500人知道内情，也不会有人去报告。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，要求他把水池里的水用容器装起来以备后用，他却把水通通倒进了井里。这样他表面上是一副顺从的样子，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。雷尼博士谈到一件事，厦门某官员把国家的公文分成2部分，把后半部分放到前面，为的是让别人难以读懂。在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中，这种手段是很常见的。中国的大臣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在执法过程中也有违法行为，而与法的要求相冲突。地方官判处一名罪犯带2个月的木枷，只有晚上才能卸下来。但是只要在最关键的地方花上几个钱，那么命令也就可以打折扣了。
犯人只需要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戴上木枷，装样子，而其他时间，犯人尽可以把令人讨厌的木枷丢在一边。那么，地方官难道不知道贿赂会战胜他的判决？他应该悄悄地回去，当场抓住违背命令的证据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地方官自己也是中国人，他知道判决书一下，他就不被当做一回事了，因此他会记得把服刑期延长1倍。这只是各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实例。外国人会不断地看到类似的情况，上司命令下级去检查某一步骤的执行情况，下级毕恭毕敬地报告说这件事已经做了，事实上这期间根本什么都没做。在许多情况下，事情就到此结束了。但是如果不断有来自某个方面的压力，而且命令非常急迫，下级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，并把上司的指责也转嫁到他们头上，直到这种压力的风头消去为止。然后一切又照常如初。这就是所谓的改过自新。这种改过自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，忽冷忽热，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。肯定会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。我们用顺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中国人不从的特性，似乎显得异常的不恰当。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并确信，中国人远不是最固执的民族。事实上，他们远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来的固执。我们说他们顺，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倔强中含有一种依顺的特性，而这往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缺乏的。中国人能够不失风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责，这正好说明中国人具有顺的天性，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没有这种本事，甚至连见也没见过。中国人能够耐心地、专心地、诚心地听你指出他的缺点，并乐于接受，还说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也许他会因为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感谢你，并保证他会将你所指出的缺点立刻彻底地改正，并永不再犯。你完全知道这些漂亮的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，但是就算是不着边际，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结束。而且你如果对此加以注意，就会发现你要求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这些。把中国人比作竹子，这种比拟非常恰当，最为精确。竹子高雅，到处都用得着，它柔顺，中间是空的，东风吹来它朝西弯，西风吹来它朝东弯，没有风的时候它一点儿也不弯。竹子的幼苗是棵草，然而草易于打结，而幼株尽管柔顺，但很难打结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头发更柔顺的了，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，但是拉力一旦没了，它就立刻缩回去。头发只是按照自己的重量导向任何方向，许多人头上的头发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一般是不能改变的。有一种头发俗称牛舔过的，也就是一绺翘着不易梳理的头发，而其他的头发不管有多少，都必须顺着这一方向梳理。如果把我们居住的星球看成是一个头，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，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一绺古老的牛舔过的头发。它可以梳，可以剪，可以剃，但依然与以前一样，生长的大方向是不可改变的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顺而不从这个部分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